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Nike 在前不久復刻的這一款 2K4。不同於16年復刻的那個籃球文化鞋的版本啊，這一次的復刻是正兒八经的籃球鞋，是可以用來實戰的。發售啊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没有看到过有人說鞋面會裂之類的問題，所以想買來打球的兄弟們可以放心購買。當然，以耐克的尿性啊，不可能給到你原汁原味的復刻，多多少少得給你砍掉一些東西，或者改一些東西，对吧？恰巧啊，我手上就有一双12年的 Nike ID 版本的 2K4， 虽然算不上纯正的元年啊，但是跟元年基本上没什么区別。那今天我們就來對比一下這一次的復刻版本和元年之間究竟有些什麼區別。首先在配置方面，這一次復刻版本的 2K4，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它的前掌氣墊從元年的鵝蛋換成了一個小尺寸的馬蹄形 Zoom。當然啊，這肯定算不上減配，畢竟鵝蛋這種形態的 Zoom 氣墊並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在前掌的發力點位置處有氣墊，區別就不會太大。而這一次 2K4 真正減配的一個地方是它的鞋墊，元年版本的鞋墊用的是這樣一副厚度非常可觀的 Oxalate 鞋墊，而這一次的復刻用了一副薄薄的 EVA 鞋墊，上面有非常多的開孔，然後在前後掌分別放了一塊比較薄的 Oxalate。這一副鞋墊啊，就跟大家一直在噴的阿迪達斯籃球鞋標配的紙片鞋墊沒什麼區別，對於腳感啊，對於緩震啊，不會有任何的加成效果。而元年的這一副鞋墊，不管是腳感還是緩震都非常棒。雖然我手上這一副啊，因為年代久遠，已經完全被踩實了，但是即使是以現在的狀態來對比，依舊是元年的這一副鞋墊能給到我們更好的穿着體驗。當然這一方面的閹割啊，其實很好解決，給它換一副鞋墊就行。現在市面上可以選擇的也有非常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我就不在這裡給大家推薦了。其他在配置方面區別不是特別大，復刻款單支42.5碼的重量差不多在400克左右，跟我手上的這一雙元年版本的43碼基本上一樣重。雖然數值方面比較普通，但是它的整體重量分布做得非常均匀，不管是拿在手上還是穿在腳上都特別輕，實際的體感重量跟現在大部分350克左右的籃球鞋區別不大，完全不會成為我們在球場上的負擔。OK， 那基礎配置啊，差不多就是這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一雙 2K4， 看看它跟元年在實戰方面究竟有多大區別。在腳型適配方面，這一次復刻版本的鞋楦會跟這2年復刻的科比籃球鞋比較相似，尤其是跟復刻的科巴非常像，內長偏長，而兩邊啊又會收得比較窄。我在初上腳的時候，右腳還碰到了磨小腳趾的情況，而且啊，因為復刻版本的鞋頭材質相對來說會比較硬一些，磨合期會相對比較長。我差不多穿到了第5場球啊，才有明顯緩解。不過畢竟是皮質材料的鞋面，所以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它的鞋面或早或晚都會貼合你的腳型。當然啊，它還是會更加適合正常腳型以及腳型偏窄的兄弟們去進行選擇。畢竟我正常偏窄的腳型都會有那麼一點點卡腳，那寬腳的兄弟們，請你們務必要先試穿，或者找可以退換貨的商家進行購買。那上面在聊基礎配置的時候，我已經大致說了一下它在配置上面的一些修改和閹割。而這一雙鞋身上最大的一個減配，並不是鞋墊或者是氣墊，而是它的鞋面。在穿上這2雙鞋之後，最明顯的體感差異就是它們的包裹。雖然我手上的這一雙元年版本的尺碼是43碼，但是它的包裹反而會更潤。雖然它的尺碼更大，但是它鞋頭的多餘空間反倒也會更少，鞋面與雙腳之間的貼合度也會更高。而這一雙42.5碼的復刻版本，它的包裹明顯會更加生硬，鞋頭的多餘空間也會明顯比元年的更多。造成這一種情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一次的復刻版本在內部填充方面的縮水。復刻版本的內部填充會明顯比元年要稍薄一些，雖然厚度差別並不是特別大，通過視頻啊很難看出兩者的差異，但是只要你把手伸進去往裡一摸，就能明顯感覺到兩者的區別。並且元年版本的鞋面也更加柔軟，通過內側鞋面的透氣孔，我們也可以看到元年版本的內裡材質是海綿加上密度較低的紗線，而復刻版本則是密度較高的無紡布。而且啊，元年版本的皮質是真皮，復刻版本的皮質只是人造革，這兩者之間的硬度差也是比較明顯的。而這又帶來了另外的一個問題，就是舒適度。元年版本的魔術貼確實也會對腳踝有比較明顯的限制，但是不會有特別明顯的不適感。而復刻版本的 2K4 在貼上腳踝處的綁帶之後，它腳踝處的鞋面卡腳踝的感覺非常明顯。我手上的這一雙我穿了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這個問題還是沒有消失。而且在我穿它打球的這一段時間裡面，只能在穿着的前1個小時堅持使用它的這一個魔術貼綁帶，超過1個小時之後啊，不適感就會轉變成痛感，我也就只能把魔術貼打開了。而在不使用魔術
術貼的情況下，因為它在內部填充方面的縮水，後跟的鎖定遠遠沒有元年版本來的出色。你會明顯感覺到後跟處的空曠，後跟處的鞋面沒有辦法很好的包裹住我們的跟骨，體驗感並不是特別好。但是只要你願意貼上它的魔術貼，那它的包裹鎖定就完全沒有問題。確實啊，它的表現比不上元年，但是也足夠出色。在做變向動作或者是在防守受到對抗時，雙腳在鞋內不會出現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也完全不會碰到頂腳趾或者是掉分的情況。它的包裹鎖定完全沒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優秀的。但是跟元年版本相比，還是差了點意思。而更硬的鞋面給它帶來唯一的一個提升啊，可能就是它的側向支撐了。不管做什麼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但说實話，元年版本的鞋面強度也完全沒有問題，我還是更希望它能把鞋面的材質稍微調軟一點，這樣可以讓它的舒適度啊、包裹啊以及鞋腳一體性都更進一步。截止我錄視頻當天啊，一共已經發了3個配色，在這3個配色當中，純黑色的配色好像看上去它的鞋面材質和柔軟度都會更好一些。有已經買來的兄弟可以在評論區來說一下，是不是純黑配色的鞋面會更好一點，會更加接近元年的體驗。畢竟它的初始發售價也確實更高，而且啊，純黑配色的產品描述裡面也明確標出來了，它的鞋面使用了皮革，而兩者在中底方面除了鞋墊之外就沒有什麼太大區別了。雖然前掌氣墊的形態不一樣，但是在實際體驗上並不會有什麼明顯差異。前掌的反應十分迅捷，而且因為前掌氣墊下方還有一塊小碳板，就類似於狂潮5 Pro 在發力點位置放一塊碳板的那種設計，能讓我們在發力的時候得到更好的反饋以及更少的卸力。所以這一雙 2K4 在發力啟動時，它的感覺特別棒，腳底下的感覺非常直接，幾乎不會卸力，並且啊，前掌的氣墊氣壓非常高，雖然在體感上幾乎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在發力的時候，它卻能實實在在的給到我們明顯的力反饋，體驗非常棒。不過美中不足的啊，就是它的前掌不夠靈活。雖然它在外底上做了內外側的分區，中間做了一個明顯的切槽，確實啊，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前掌的靈活度，但是它外底的橡膠硬度實在是有點太高了，導致前掌的剛性有點偏高，在做變向或者是切入動作的時候，它的前掌沒法特別好的貼合住我們的雙腳形態，而且它還有着一個面積非常大的外側防側扳腳，在做切入動作的时候，它的存在感会特別強，特別不順暢。還有一點是這一個復刻版本身上存在，但是元年身上沒有的問題，就是抓地。我這一雙元年版本啊，雖然已經有10幾年了，外底也有着一定的氧化，但是抓地還是非常好的。而這一次的復刻版本，因為發力點位置處的橡膠硬度啊有點過於高了，在硬度計的測試下，多數能夠達到80以上，所以在做一些需要這個位置去發力、去急停的動作時，經常會出現打滑、抓不住地的情況，導致我在一些多灰的場地或者是反潮的場地上面打球的時候，完全不敢全力去做一些動作，心裡特別沒底。不過有一說一，它的緩震真的特別棒，我190斤的體重，在單純使用腳後跟着地的時候，也幾乎感覺不到震腳，緩震極限特別高。再配合上它偏硬的外底橡膠所帶來的出色耐磨，可能這一次的這個復刻版本反倒會更加適合在一些粗製的外場上面使用。而至於它的跑跳體驗，整體表現相对就比較平庸了。平整且方正的外底，不管是滾動感還是在起跳時的觸地感受都不算出色。雖然它有着不錯的中底過渡，在正常跑動的時候，從後掌過渡到前掌不會有任何的斷層感，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運動表現方面的加成，那它顯然不能滿足你。而它這一個平整且方正的外底以及側面的大防側扳腳，都在告訴我們這是一雙更加偏向於穩定的籃球鞋，再加上它鞋幫處的魔術貼綁帶，它這一個綁帶在貼上之後啊，確實可以給到我們實打實的腳踝保護，能限制住我們腳踝的活動空間。雖然會損失掉一定的腳踝靈活度，但是保護性和穩定性真的都非常棒。它的感覺啊，會更加接近於科比1代。當然 2K4 對於腳踝處的保護相比科比1代會更好一些。但是如果你不拿它跟科比的籃球鞋去進行比較，你就以一雙主打穩定的籃球鞋這樣一個視角去看待它，那它確實是在一众主打穩定的籃球鞋當中算是比較靈活的那一雙了。但是啊，要跟現在的籃球鞋去 battle 的話，它並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優勢，可能科比就是它最大的賣點。2K4 2026年的復刻版本亞當球接觸環评级 B 減，這一次的復刻說真的啊，
還算是比較忠於元年的一次复刻，起碼它確實可以用來打球，起碼它的強度也確實夠用，並不會像上次的复刻一樣，如果你穿去打球，有很大概率會把它的鞋面直接穿爆。但是啊，它的這一些減配，它的這一些縮水，總給人一種很擰巴的感覺。鞋墊啊、內部填充啊、鞋面用料啊、外底橡膠的硬度變化，這一些看似變化都不大的改變，對於實際穿着體驗的影響卻都不小。包裹、抓地、腳感、舒適度、鞋腳一體性都因為這些小的改變而出現了下降。但是我相信啊，跟我差不多年紀的兄弟们，對於這一雙鞋應該都是有一定情懷在的。畢竟我們小的時候根本買不起這一雙鞋，現在有能力了，買一雙曾經只能在雜誌上看看、過過眼癮的籃球鞋，這種感覺非常奇妙。當然，這一雙鞋啊也有着它的適配人群。如果你需要保護、需要穩定，平時經常會崴腳，那 2K4 出色的腳踝保護以及它優秀的穩定性，一定是你的剛需。當然啊，以現在的價格購買肯定不值，現在的價格是給情懷黨們準備的。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為了實戰，600左右再買也為時不晚。但是啊，因為這一雙鞋有科比 buff 加持，所以價格可能不會探到特別低。如果未來它的價格到不了那個價，就不用考慮了，買別的就行。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